这一集要和大家分享持续输出1020匹马力的特斯拉，我觉得很恐怖哎。专门把，啊，你抵抗不了它的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关注 FB 粉丝页，可以获得最新讯息哦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优年驾驶。今天非常开心，在户外巧遇我们的好朋友阿贤，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阿贤。这一台是你的新车？对，很没有换车感觉的哈。Model X Play。对。入手多久了？入手3个礼拜左右。你是特别选红色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台会买红车真的是没得选，因为它有一些条件，除了颜色以外都符合我要的，几乎都符合我要的。我知道阿贤是白色控。但是让他选了红色，表示他一定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原本是600，选配疯狂模式变800，那现在直接 Play 版就是1020匹马力。哇，破千马力！马达的部分哈，它是由前面原本是1颗马达，后面1颗马达，对，变成后面是2颗马达。哦，那这当然变2颗马达有个很大的作用，就是我的左右后输出的单独元件可以控制。对，而且马达它是这样子哦，就是你给它的电够。2颗马达的扭矩输出是可以相加的嘛？哇，难怪它可以破千马力，对不对 ？Model X、Model S 在早期买是有终身超级充电免费，对，不是慢充哦，是快速充电，一度要10多块的那个。终身免费充电？对，终身免费充电。就我吃一顿便当，吃完一个便当70块，充了700块的电了。哇，免费，然后是免费。那它在12月底的时候可以免费的移转。本来一辈子只有一次，就是 Model S 旧的那一款。对，现在 Play 版它竟然可以把它移过来。对。拜托哈，不要出这种专案，不然害人不浅了。不然我们那个口袋不够深了，口袋不够深。细节的部分，它有做哪一些小改变？教大家分辨新旧款的方式，因为长得实在太像了哈。对，第一个就是说旧款的这里是黑色塑胶哦，就这种塑胶陶这一种，现在变成会跟车子同样颜色，你白色的，那这里就会是白色的。对，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饰条从以前的这种镀铬的颜色，对，现在变成了黑色的。哦，钢琴镜面烤漆的概念。对，那旧款的头灯不会有鱼眼。哦。那现在这个头灯它是可以就是矩阵，所以它在跳舞的时候可以在墙上打出 Tesla 的字。哦，它还可以投影，对，它可以英文字出来。对，因为我们灯的色域色谱发展，它已经变到是一个灯条可以控制很多种灯的元件。那所以它现在可以透过同一个元件，它制造成本就很低。哇！透过软体再把它分段去变成不同颜色，它可以是方向灯、然后甚至是一些辅助照明灯。对，这个碟盘变好大哎。对啊，因为我那个旧款的那时候有换前碟盘，就觉得刹车力道还不错哦。那这一次刚好就想说新车交车去朋友的店家做平衡，那朋友可能比较没有什么职业道德哦，推坑，就是会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给你引诱你的。对，加大碟盘，然后这有10个活塞。活塞多有个好处，并不是说让刹车力道加大这么单纯，对，而是因为活塞多，你可以控更细致的去推那个来令片，碟盘已经用到，你看它跟上面是上下是满的，满版的啊。对，就是我们一般市面上能找到同规，几乎是最大的碟盘440。对。但有个缺点要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一般改这个会有个重点，就是这一个碟盘，这一片碟盘比这个框还要重。车重增加，对，所以车重增加，但不要忘了终身超充免费啊！对呀，我就没关系。我们改前碟盘，后面也一定会跟着动哦，避免点头嘛。对，好。可是它怎么不改大碟了呢？有，这是大碟了。它的圆镜能吃的圆镜，这已经是极限了哦。它是圆镜是跟卡钳的弧度已经到极限。对。特斯拉只要是性能版的，卡钳就是红色的。那没有的，通常就是黑灰色，消光的黑灰。哦，你说有性能版，像 Play 版。对 ，Play 版。Performance 版等等的，都是红色。后面的部分我教大家分辨一个新款 X 的方法，就是新的特斯拉它不会有 Tesla logo 了，以前这边会有个 Tesla T 的 logo。不过现在很流行这种明版，这个我倒是蛮喜欢的。对，它现在不做 logo，新款的设计大概都是把
这个厂牌名字用英文的方式，用明版的方式镶上去。尤其你洗车的时候，那个 logo 不是都会卡那个灰尘嘛，就要拿那个软毛刷在那边刷，浪费时间。对，回过去一下就好了。这个就是 Play 版本，好，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实际加速的过程当中，视觉会看到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，眼花缭乱。对，不夸张，待会带你体验。现在拖车钩也做的比较，我个人觉得设计的是比较方便拆装。它的盖子以前的螺丝是要用特工去撩亏，对对，是用1块钱硬币就可以把盖子拆下来。还可以玩一整天，结果不会开门。刚刚不开的时候一直开。这叫自动开门，让驾驶上车。用去关门，踩刹车，它就可以自己关。哦，我们刚刚在旁边一直开关，对，他可能判断你不是真的要上车，你是在玩我。对，我觉得它有个很有用的东西，就是像，例如说，好，我假设说我现在车子是抱持一个很乱的状态，就像这样子，就是门开到一半，对，我人就走了，我也不打算锁门了。啊哈。会帮你关上门，对，会帮你关上。收拾善后，对，哇，回来它又开了，驾驶模式，对，所以是他感受到，我觉得他有 AI， 我坐上椅垫那个行为，就是他可能设定就是我一直没有坐上椅垫，他觉得你在玩他，坐在玩他，他就不开门了，他坐上去他就认真了，因为现在没有钥匙，所以他的 app 可以控制到很深，你看到大家有个什么，这有个箭头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开门的符号。那我们把这个按下去，就是音译门打开。哇，它已经没钥匙了，感应钥匙也没了。对，整个就用手机。特殊点的是说，我觉得这个音译门本来要电动门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它连前门也是电动门嘛。你看，我现在这样打开。那当然我也可以选择把它关起来。那它的箭头设计的更直觉，就是开跟关，在哪边开跟关，你比较不用像以前还要把钥匙对准车头才知道它的对应方向。它在画了一个锁是什么？就是我锁这个车子。通通门都关起来，门关起来，然后并且去完成锁车。然后很直觉。行李箱多，假设我人在国外，我要收包裹，我就把它按下去打开，叫快递直接放进去。对，叫快递放进去。上一次看过的应该知道。哇，太酷了。我们现在的车子，它的整个操作方式跟过往都很不大一样了。它的萤幕本来是垂直，不是吗？对，现在变横的。它的内装的质感用料啊，哇，你看它这个是软的。对，好，其实这种价位车大部分都软质包覆，对。但是它软的是非常的更有弹性的。那这里一样多宝石，我选白内装嘛。对。那一般会硬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看，像这个地方是软的。一般车都是硬的。一般500万以内的车，这边都还是那种塑胶的。对，塑料，它这个已经是软的。对，原来一般车子手碰得到的地方是软的，但是它做到全包覆都是软的。都是软的。后面这个是类似那种类似那种牛仔裤单面。对，布面的材质。对，整个质感又升级了。对。然后它的开门方式从以前这样子拉的钩子，变成是现在用这个触控的方式。像我现在触控它就关起来了哈。自动关门对不对？但我觉得不好用啊，没有。为什么？没有很直觉。对啦，因为改成用摸的。它没有按拉，然后瞬间弹开那个机械式的回馈。对。它的电脑跟前一代最大差异，你说方向变了嘛？对。就 Model S 来讲，直的变横的。OK。对。哇，这是小巧思啊！对，看电影的时候。然后也可以摆正。对 ，OK， 这我们就通常我会把它摆正，看起来萤幕比较大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萤幕的资讯内容其实变少啊。原本它会显示电耗、数据很多东西，它会用数据化，甚至功率表分析给你。对，满足我们这种就是那种电车控。对，工程狂魔的心。但是现在它变得是比较，可能特斯拉买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使用年龄层越来越广，它反而就会想做一些只是让你看得懂的东西。比如说我现在把它打档往前。打档。对，往前。是用滑的。对，它现在是用滑的。那你看到它现在只是变显示时速，加上这个是打档的方向好，然后踩下刹，就是建议我踩油门，接下来车子就可以动了。对，就是一些很简单的使用方式。那下面就是电量，车外的温度，我现在用25，对，跟档位。我现在让车子到前面一点点，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
这个东西是什么？我们往旁边看，云雾状，云雾状这是一只树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有一棵树，对，好，一棵树，哦，黑色的。那这个黄色表示说我跟它距离可能很近。那这个上面有一根枕木在地上，那这个当然就是这个切面是个站板。对不对？那后面是树，这个就3D 渲染图，它不用实景对，不用实景，这是它特斯拉认知里面的世界，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会有情绪、有色彩、有怎么样影响心情。但 AI 它的目的是为了要做决定，然后有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人的符号。那我现在把它打成 T 档之后，它又恢复到就是这个休眠模式。我就是蛮喜欢它没有一个丑丑的出风口，我旧盘有丑丑的出风口。那出风口它有一个缺点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说你无法同时去改变多个东西的风向。我现在可以一次手指头去控制所有的风向，而且它的风吹的位置其实更广。对，整排都是出风口。调个方向盘好了，大家感受比较深。好，那这样就是上下。哇，所以它一个旋钮可以调很多地方。然后这样推就是伸缩。可以按这个声控按下去，收后照镜，然后后照镜自动收着。对，这个在会车的时候比较方便。不知道看有没有办法开手套箱？没有任何开关。对，其实它就变跟Model Y一样，就是用按的了。它变保险箱了对。喇叭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把声音关小一点。这边2颗对不对？我们那边各1颗了。这里对不对？对，好 A 柱上。对，然后上面这边好像印象中还有4颗、4、5颗。哦，在这里面了。在这里面，在这边上面也多2颗喇叭。哇！所以在后座的，对，这也是喇叭，这个地方可以去调椅子的加热。哇，所以这台车你说是6人座，对，前面是2人座，对不对？后面调，那后面可以这边调，男生一定很喜欢的功能。不是你想那样，不是 X-Fire， 低潮很满，不是低潮的话，来趁这个时候拿我的宝贝。还有游戏摇杆吗？对，游戏摇杆。还有摇杆，是原厂的吗？等一下，不是原厂的。哦，你加购的啦？哇塞，这男人的梦吧？它是这个油门，要把它发动。哇塞，然后再档。卡车有12档啊？对，卡车有12档。太快也不行。我们把这个游戏就给它关掉。它就是一台平板的概念。对，这一次就是 Model S 的中间也改变了方式，它变得像 Model Y 是放2个手机可以无线充电。我比较不喜欢一点是现在双黄灯变到这个位置了，它其实很难盲摸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变得说紧急情况，或是说有时候要看一下，对，或是说要闪，谢谢人家闪2下双黄灯，我就变成是用对这样子。旋转木马的概念呢，就是整个这样过来，它就是一只单走，对啊，非常的帅气。这一台车现在已经是6人座休旅车，对，宽度是一样的，对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这个椅子已经不能打平了。对，现在如果要车速的。建议大家不要选6人座。我待会跟大家讲几个6人座不好的地方。哦，对，它有7人座，它有7人座，但是 Play 版1000匹马力的版本，你只能选6人座，不然我绝对不可能选6人座。不过大家有没有坐过超跑？超跑的椅子是不能调椅背跟椅面的角度的。哎，对，它这是死的，对不对？它死的那种铜椅，它是固定的。所以它这一台也是这样。对，但是这个功能其实很糟糕啊，就是你如果刚好痛点是这个角度，对你没办法调，不能放平的。对，那它不能躺很斜哦。你看我躺最斜。好，来，我们放最斜。其实只能这样子而已。而且它一躺斜，大腿被顶起来了。对，舒适度不一样了，差了。所以通常我们就是可能现在准备一个这个。难怪还弄个靠腰嘞，不是靠腰，靠住了，对。哦，你看这个前后，它很直觉的去调整，就一般的电动座椅。对，没错。6座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在坐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脚这样子伸直的，这样。谁会想这样伸出去？然后我们如果2个人，我们就可以多元成家夹在一起，夹在一起这样子就刚刚好这样。但是各位如果没有想多元成家的念头，其实坐斜有好处是可以这样子睡啦。但是这个6座的椅背造太厚了啦。对，那膝盖造成就有影响，而且它不能像7座很前面啊。
对，前7座这根膝盖是很大的，当然你有个开大挂的方式啊，对，直接把它推走，对，没人坐你就这个膝部空间就已经不是算全口了哈，但不会正常不会这样用啦，不会这样用吧？那么就坐第2排就好了，对，直接坐第2排就好了，这样对不对？所以6座基本上个人是觉得蛮适合，但是很帅，你看它后面那个造型，我是觉得它这整个空间，对对对，哦，那个椅后面也做得这么漂亮，镀铬的有没有？对对对，但是它。我觉得这空间有点浪费掉，然后整个下面都不能用，放东西也放不进来。对，出风口在哪里？它没有看到出风口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它没有实体出风口了，现在不见了。所以应该是在萤幕这里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是上下了哈。对对，出风在上下，一样是摸起来永远是冰的。哇哦，因为出风口往这边吹。对，那它也可以哈去，例如说这个座椅的加热，在后座也可以调。对，然后今天来发现一个功能，就是我可以这样子，你看哦。这个按下去，哇，这样子，把它推走。对对对对，那坐人的时候我试过推不了，它会侦测有没有重量。对，后面也可以播放。它是单独的吗？跟前面有联动吗？哦，它可以联动，也可以单独。哦，单独要做什么？我们再往下一个看。Netflix。哦。前面没影响，后面可以继续看我们的。它的喇叭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。OK。独立的前后舱，只有后面才会。下面还有空间啊，还有照明，好可以放东西了。这是另外自己加购的，对，加购的，卡进去。特斯拉配件一大堆。这些都是额外加的。对对，这个好用哎，你看哦，假设说他要看影片，他可以把它用这个挂上去，勾起来这样。哦，很好用。其实它这边有2个 Type C 的口啦，好，那它还是有2个饮料杯架在这个中间的啦，对对，原则上就是这样。它一直这个都有人出配件，套件很多，对，套件很多。这个可以打平，对，它可以完全打平，第3排就可以完全打平。对对对，我们大概就把它打平，看这样的空间。然后 Type C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些这种粘的东西，可以把它这样粘上去啊，魔鬼毡直接粘住，可以放这边，手机也可以放这。对，那假设我坐在这一排的。我不想要线从前面拉，不好看拉，我就从后面这边侧面拉过来起来了。OK， 可以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后箱打平之后的空间的。那后面就可以去载货，但是它的长度就到这里了。那我现在为什么会放一个网子哦？是因为你看哦，现在如果急刹，它可能会跑去撞荧幕嘛。对，它不像7座是一个挡的。哇，它的置物空间也很大。我们现在塞了很多东西啊，哈。基本上手伸进去可以伸到。对啊，一个手臂，一个手臂哦，这样子一个手臂的深度这样。变频器转到那边去，对，所以这边多了一个凹槽，对，就可以放很多东西，放小东西啊。大家看哦，你看吧，这个是我买的置物盒啦，买了好多这种，对，这种有的没的。这个把它拿开之后，里面又是一个空间，是饮料。哇，谁会想把饮料藏在里面？他很怕没东西喝。这个地方有出冰箱哎，我觉得这未来可以做冰箱。对，这可以做冰箱。然后你看另一边，它应该是要让你选有没有充电转接头？这个小地方都可以放收纳啦。现在我们直接上车，让我们试驾，走。好，来出发，滑着出发。哇，滑动式的变速，它这个应该是无段变速吧？对，电动车就是都是无段，都是用马达速度去控制而已。哎呀，有没有？好，侦测到障碍物。哦，它就改成这种侦测模式。对对对，渲染图。3D 环景，等一下你打方向灯一样会有反应，对不对？对，打右边就。这是环景系统，对啊。左边就左边。好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自动驾驶系统。我们先自动驾驶要先让它先跳出，它可以侦测到路面。好 ，OK， 这样有了。它可以设定上限是吗？我看你设定58，把它降低了，对。对，我把它调30，对，40好了，40好了。OK， 好。好像是刹车，其实你有看到？喂，对，好喜欢。对，它帮你刹车，而且它有警告音，刹车跨线了。哦。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山路不会用，就是正常情况下这种我不会去刹嘛。它跨线就跨线。对，我们是可以判断。我顶多就闪而已嘛，它现在就不会这样。它会发现有危险因子，对不对？有倾向，它怕砂石车过来。对，它会很保守，因为它跟人还是有差别的。它不太能去承担这个风险，
对，所以它就是以最保守的方式。所以我们正常这样开，我都习惯还是自己来啊。对。他说到这个山路就不得不提下这个那个方向盘了，它没有线传。所谓线传就是方向盘打这样就到底啊，对，它还是可以像一般传统方向盘打很多圈。那还可以切换模式，线传模式这样。不行，没有线传了。对啊，所以它就是半套子这样。哦，所以这个部分就，所以它跟一般的这种方向盘有个不一样，就是说一般这个方向盘就算做扁的，这会缩短一点，但它变很宽，是为了让我可以这样子看推。对，可以推。如果当你要转很大角度的时候，你这样就推，是要推了。那这个大小很好推，因为它设定的就扁的。是 OK 的哈。对，是还 OK， 开起来是没问题的。而且它视线是对啊，差很多啊，不会挡到。这台车的使用时间大概有50%以上是不是你自己在控制方向的，是它自己在开的。就是高速公路啊，封闭式的道路。对，这要先讲好了。山路是不建议用，山路非常的辅助下驾驶这个，因为最近很多使用那个自动辅助系统就出事情了。对，那么大家就是说，你使用辅助驾驶，它就叫辅助驾驶。对啦，它不能取代驾驶。对，其实辅助驾驶是安全的，就是多一个人帮你开车嘛。对。不过它驾驶的负担是降低很多。对，降低蛮多的。所以听说有一个朋友他买的 LM， 结果开不习惯了，因为特斯拉它太多辅助功能，对，你会回不去。对，这也就是优能驾驶不敢买特斯拉的原因，因为我的旧海力士呢是完全手工的，设定自动驾驶，就按加 A， 它抓到现在速限是70了，对，现在70。它有蓝色的线出来，表示现在是自动驾驶模式的。那它也可以设定成那个自动导航驾驶。导航过去就直接自己走，自己换车道，上各大快速道路、高速公路，然后手要封方向盘哦，它要抓很严。抓很严哦。对，它抓很严，怕出事。对，像这个镜头也会偷看你有没有滑手机啊，所以我把它遮住了。这里还有一个镜头会观察驾驶有没有在滑手机。对，所以你不能用自动驾驶然后再滑手机。对，安全性现在更高。本来就不能滑手机。对啦，但是有人就是偷懒。对。那还有人用假手。对，有人用假手，还是可以嘛？看我很乖，我就用真手。所以是真的有卖假手，是可以夹住，吸上去就可以了。对，你给谁开车载你，你也要理解他的能耐。不要超过使用范围。对，超过了使用了，把风险给整个用路人承受，那就不行了。特斯拉充电的方式很简单哦，不管是 CCS 或者 TPC 的充电头，用一只手把它往上提。那接下来这边有个按钮，把它按下去。然后就会打开，然后再把它插上去。这个要有点暴力，就是推进去就对了。变绿色。对，绿色充电。好，那我们也会去看一下手机现在的测试状态，它现在充电了，对不对？它现在充是现在58电，它开始会标速。像现在143，因为现在电蛮多的，55%，所以它一般来说大概应该在差不多140几。对，就是1小时可以充进140几度电。对，它还要多久？像目前我们预估，如果充到100%的话，它上面是写40分钟，但正常我们不会写不会充那么久。对，正常充可能我们一般都充到可能80%就好了，充到80好了。那它就会去改变它的预估时间，它等下就变20分钟。这样子。三角锥它会特殊辨识出来，而且它的相对位置你可以看一下实际画面。有没有？几乎都可以抓出来。对，然后里面有个人，有没有？但实际上那边没有人，见鬼了！他竟然判断出有人。对，阿飘应该是那个雨衣，他觉得很像人的形状，然后后来又觉得不是了，你看他把它取消，不见了。好，现在我们体验1000匹马力。我这一次要抓紧一点，我上一次差点魂都飞了，我觉得很恐怖专门把你抵抗不了他的。我们要抓哪里呀？依我看，抓交替比较快。专门把，然后你人躺着，不然你抵抗不了他的。0到100 2秒钟，1000匹马力向前冲，天命之年初体验，魂魄飞散在车中。哎呦我的妈！像云霄飞车。
我吸在椅子里面。不要了，我够了，我上一次被骗一次。悠闲驾驶频道到这里为止，谢谢各位收看。在特斯拉精彩的灯光秀中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告一段落。希望我们的经验对各位有帮助。我是优娘驾驶，我是副驾驶，我们路上见，拜拜。